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肚子是不是又大了？自己用手摸一摸肚子，发现自己的肚子比往年好像又大了一圈。特别是爱美的人士，天天对肚子特别的焦虑，因为穿起衣服来，小腹这里突出一个小山包就是显得不好看。而且肚子大的人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油腻。咱们很多的人是特别爱美的，还有很多人是特别重视健康的。你要知道，肚子大了就代表着里面的脂肪越堆越厚，里面的内脏脂肪多了，对于我们整个健康状态也是不好的。所以很多人就想把这个肚子上面的肉给它甩得干干净净。其中呢，不乏去参加了一些运动参加了跟着直播去练，每天坚持去跑步。这些人很多人他都能发现自己瘦了，瘦的是哪里呢？四肢都瘦了，就唯独这个肚子变化不大。嘴巴有的人也会控制，控制完以后发现这个嘴巴其实虽然控制了，但是肚子上面的赘肉却一点不见减少，这是为什么呢？你记住找两点这两点原因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是哪两点？一个就是你的带脉堵上了，二个就是你的湿气重了。带脉是什么？自古以来，带脉被称之为美人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想你的腰间想要变得非常的纤细你的带脉就要去通。这个带脉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的方式把它抓通。二个呢，就是你的水气重，湿气重，湿气重它就会聚多为痰，痰喜欢滞留在我们的腰腹部，因为这里是我们整个日常当中活动最少的地方，它只要聚在这里，聚久了，慢慢的你的整个局部的代谢能力都会变慢，它就会逐渐的堆积我们身上的脂肪，堆积肉。所以今天我会教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去坚持去用上一个30天，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的不论是身上的湿气还是你的带脉都会打开。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干货分享给大家。这一套方法是一动一静相结合，1+1大于2，一定要配合在一起去用。我们先看第一个，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动作，开带脉。怎么去开？我们把我们的手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把我们的四指你看并在一起，这里呢形成一个小平台，看到没有？把这个小平台贴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往外去拉，就这样慢慢的去拉，多少下？50下就这么去拉，逐渐的把这里给拉松。刚开始有些朋友在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肚子特别的硬就是外面感觉特别的硬，你去做慢慢的你甚至能感觉到里面有些不平的地方，就是像很多的一些小石子硌在这。我们把它去拉开，拉着你会发现有些朋友额头后背就出汗了，为什么？这就是带脉逐渐的通了。把它慢慢的拉开来，哪怕有一些硌着慌的地方，有一些小疙瘩小筋结，你就不断的这么去拉，把这里给疏通开你记住带脉这里一定要缓慢而轻柔就这样去拉。当你逐渐的感觉这个地方松了比如说里面也能感觉到微微的有些发热了，好了，这个时候外面就已经松了，我们就要换第二个方法它是两个配合在一起的。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假设我的左侧，这是我的左侧，我们把我们的手从我们的肚脐这里，你看压进去，往外这么去推，1、2、3、4，这个手你们注意看你看跟着一起，你看往我的这侧外侧去推，这么去推。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哪里有一些大的这些堵着的点，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疙瘩，一定要把这里推开来，在这个小疙瘩地方把它慢慢的推围绕这个小疙瘩推，因为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堵着的，常年堵着它就会有小疙瘩。我们从内这么去推，逐渐你看往外侧去偏移，把这一侧给推开，推开以后再到这里，你看逐渐的慢慢的往外侧去偏移每个点我们尽量去做上一个5下10下左右，慢慢的往外。你做熟练了，就是左边去推一推，推上一个1分钟然后右边去推一推，推上一个1分钟。当你推开以后，你再摸一摸，你会发现上面热了，而且松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第一个方法再做一遍，手拉住，看再这么去拉，把这里再匀一匀。为什么？你要先把它拉开来，让它表层变松，再把深层的一些我们讲堵着的点给解开，最后再把它拉一拉，让里面变得更顺畅。这就是把我们带脉的一个强行的打开的方式。
做完以后你会感觉有的朋友会打嗝，有的朋友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响，有的朋友啊会感觉这个肚子上面啊热乎乎的很舒服，这就是推带脉啊，把这里给打开。这个动作我们一般一套流程下来也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完以后额头后背出汗了，那就是非常棒了。推带脉这个动作啊，它是一个动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运动，把我们局部的循环代谢的开关给打开。那么在动法之上呢，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静法，这两者要结合起来。静法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藏留在这里的一些水气啊、湿气啊，给它请出去。因为很多人因为带脉长期不通，这里啊就聚留了很多的水湿之气，而这些水湿之气早已聚多成痰，在这里困着扰着。你减肥瘦身成功不了，很多地方受不了，就是因为它的水湿之气在这里困着。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用到这个静法。静法是什么啊？你记住，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小丸子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家里面准备3样物品啊：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啊搓成一个小丸子，怎么去搓呢？放在研磨罐里面捣碎，捣碎了以后加入蜂蜜，蜂蜜啊要适量，你不能加多，加多的话它就稀了，加少的话它就凝成块，成不了丸。我们把它加到适量啊，一边加一边和，搓成小丸子以后，这颗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同时呢，在双脚脚底的涌泉也要各贴1颗。就这3个点把它贴上，你身体当中的水湿之气啊，它就存留不了。马上啊，正好进入3伏天，你在这个时候去做，你会发现事半功倍。这个小丸子为什么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水湿之气你要想把它请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能把你的局部的太阳给它升起来，它和水湿之气是对头，太阳只要一起来，这些水湿之气是一刻都不敢留，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你看，无论是艾绒、至阳之草也好，还是花椒或者是桂圆肉，这些都是温阳的。我们把它放在肚脐当中，放在脚底的涌泉，这些都是容易藏着湿气的地方。放在这，你每天晚上去贴，白天睡醒了就撕掉，慢慢的水湿之气就没有了。一般来说，也就是7、49天，正负10天就够了。这个方法其实我分享给很多人，也帮助了很多人，但是有些朋友啊，他自己是没有时间去准备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和我一样，用别人已经做好的成品，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摆脱了顽固的小脂质。为什么说这盒肚脐贴好？首先咱们要说它选材用料上面，你看打开以后轻轻一闻，你会闻到味道非常的浓郁，味道越浓郁，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就越真。同时呢，这个小丸子它给的料很足，有哪些料呢？你看都在上面写着啊，给大家读一下啊。你看艾草、桂圆、花椒、陈皮、白芷、生姜，这些扶阳6君子啊，我们把它组成的这个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贴在肚脐当中，用它送的这颗封贴纸把它放好，就这么贴在肚脐当中，双脚的涌泉也要把它贴住。这3个地方只要贴住了，而且你记住是在夏天的时候贴住了，就是事半功倍。你去贴上一个30天左右，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个是你肚脐这一圈，你会发现像一个小太阳照着一样发热。有的朋友贴完以后啊，肚脐这里啊热乎乎的，感觉非常的棒。然后额头、后背，包括有的朋友啊，他会往厕所里面跑，这都是正常的。前面2到3天或者3到4天都会有一些排他的一些反应。当这个排他反应过了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这个肚子啊，一天比一天就瘦了。你去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整个人就能感受到了这个答案。而且这个肚脐贴我分享给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有些粉丝朋友们啊，做完了以后把他们的照片对比也发给我看，我看完以后真的是替他们开心。为什么呢？有些人啊，真的是为了减少肚子上面的肉啊，嘴巴也跟着去受苦了，脚啊也是跟着受苦了，运动也做了，饮食也做了，结果呢却没有踏到一个正确的点。为什么？就是你的带脉没通，你的水气大，导致了肚子上面啊胀胀的啊，这个地方总是坠的啊，消不掉。你用了咱们今天分享的方法，先通，把局部的这个代谢开关先打开，再用这个肚脐贴贴在里面，从深层给它把这些寒的、湿的、不好的东西给它请出体外，逐渐的它就小了。
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肚脐贴。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好动作，叫做搓骨道。我说搓骨道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明白，但是我一说提纲，很多朋友啊就明白了。搓骨道呢源于道家，有句话这么说了，叫做日搓骨道100遍。我师傅啊今年92岁，实实在在是这个动作啊受益者啊，他从4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开始练习，这么坚持下来啊，每天都去做，都50多年了啊，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用他的话来说呢，搓骨道是一个修内并且修外的一个动作。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叫做腹中存气，浑身皆有力。这个就是内啊，你搓骨道首先能修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啊给存住。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搓的过程当中啊，它还能怎么样？还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核心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臀、我们的大腿内收肌群、我们的底下的盆底肌都能锻炼到。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我的描述啊还不明确的话呢，我接下来会用实际的例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完就明白了。所以呢，大家先把视频存下来。存下来以后呢，就能够反复观看，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给咱们的视频啊再点上一个小小的赞。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动作。那么在讲搓骨道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先了解腹中存气，浑身有力啊这句话的概念。气内存，身上有力气啊，气如果往下走了啊，你这状态就会不一样。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你们就明白了啊。你看腹中啊存气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把我们的气往上提，往上收。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会怎么样？人会变得比较的板正，看起来就会有精神。其次呢，你去活动一下你的手臂，活动一下你的腿脚，往上抬，都会非常的轻松。但是如果我让这个气往下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肚子的变化啊，你看，气慢慢的往下走，啊，气给它怎么样泄下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气往下走了以后，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怎么样，也开始慢慢的开始往下了，是不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坐姿都是这样，啊，这个是不好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去把腿往上抬，你会发现腿往上抬吃力了，有力量使不出来，手去活动啊，你看，因为你气往下了嘛，你把胸挺起来，挺不起来，胸就感觉受限了，挺不起来，手去活动打不开了，不像原来人挥舞的那么好。是不是这个就是气下泄？那了解了这个以后呢，你就要知道搓骨道是为了让你什么，把你的整个腹中存气啊往上去走的，这个就是搓骨道的一个意义。男女啊，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都要去练，从40多岁的时候就要注释了，就要开始练了啊，每天10下、20下都可以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把身体啊就这样啊，让它整个气往下走。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搓骨道。把腿先并拢，记住3夹1收，记住这个口诀，腿先并拢，并拢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掰，掰不开，臀部夹紧，臀部一夹，整个人是怎么样？人是提起来了，看到没有？臀只要一夹，人就开始往上提，腿夹，臀夹，盆底肌夹，盆底肌是什么感觉？盆底肌夹住了，就像啊一泡水，你要憋住的感觉啊！你看盆底肌一夹。夹紧了以后，你看整个人的状态，下面是不是收紧了？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收紧了？然后我们再把小腹怎么样？小腹一收，整个人就怎么样？挺起来了，啊，从原来的这样摊的啊，你气一收，下面的口袋一把它扎紧，气就往上走了，人就怎么样？挺起来了。所以下面的口袋咱们要给它紧紧的，把气往上去走啊，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去练习的时候怎么练呢？非常简单啊，一样是3夹1收。你看，夹腿、夹臀、夹盆底肌，小腹向内收啊，小腹向内收，收紧了以后，下面口子夹紧了，气往上走了，我们要怎么样？吐气，把气吐出来，吐完气以后再放松啊。再给大家做一遍啊，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手机放下来，你看。夹腿打不开，夹臀人往上提，收盆底肌，收的时候要有这种感觉，憋着的感觉，然后收小腹，这么一下你看小了吧，一下子这一圈小了吧，然后开始吐气，缓慢而悠长的把气吐完，放松，整个人放松下来，每天都这样去夹，这样去搓。
一天你去做上一个10下、20下，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你做完5下以后，里面会有一种小火苗往上走的，里面烧着的感觉，热热的，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把这个动作练会了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帮助有多大，坚持做一段时间。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里面讲的干货和细节非常的多，不仅讲了这个动作，还让大家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去做也给你讲明白了。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视频好的，可以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感觉对你有帮助的，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啊做了一件善事。没有关注大伟的，记得把我们的关注点一点，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都是实用的干货。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支持。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年龄大了以后啊，明显就会发现自己的腿脚啊容易乏，容易沉，走起路来啊总是感觉这个腿脚如同灌铅，上下楼爬楼的时候呢，这个腿啊抬的角度不够高。特别是很多朋友啊，他的这个脚啊一往上抬，你看我们的这个脚尖，它勾不上来，这就会造成什么问题？这就会造成，如果有一些小的门槛或者你的台阶过高，你这个脚抬不上来，有的时候一下子就绊倒了。而这一绊，很多人一躺啊就是半年甚至1年的都有很多。所以腿脚这方面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非常重要。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正腿弓。这个正腿弓啊，不仅能打开我们腿脚上面的经络，同时你经常震一震，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啊，这个脚底上面发热，腿脚上面有力气。所以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动作。那么这个正腿弓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咱们首先要把双腿打开，分开，比我们的肩膀要宽。然后把脚尖指向外侧，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和脚尖啊一定要是同一侧的。我们把身体往下压，形成什么呢？身体尽量往下靠，这个时候大腿面和地面几乎保持平行的状态，腿就酸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之下，把我们的脚尖立起来，往下，你看，1、2、3、4、5、6，就这样做。你这样做以后，你会发现你在每震一下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腿部。同时呢，对于男同志来说啊，经常练一练还非常的好。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腹部要收紧，侧面看一下啊。做的时候你的腹部啊要把它收紧，你千万不能这么垮着，这么塌着。腹部收紧以后，脚跟下抬，吐气的时候往下来，就这样去做。做上一个20下为一组，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腿啊酸溜溜的，有很强烈的发力感。包括我们大腿内侧肌群，这块肌肉非常重要。很多朋友练完深蹲以后啊，这个地方都感觉不到它的发力，但是唯独你练完这个正腿弓以后啊，它会对我们的大腿内侧带来很强的发力感。刚开始做的朋友们，大伟在这里多一句嘴，我们刚开始做，手扶着墙啊，这个比如说一面墙，我们手扶住。把腿分开啊，腿分开，腿分得开，你的膝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脚尖立起来，往下去震，腹部收紧，往下落的时候吐气，就这么做啊。坚持20个为一组，每天做一个3组，做完以后腿部有发力感，脚底上面热乎乎的啊，非常的舒服。好了，动作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没有关注我的话，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锻炼全身不一定非要动起来，其实晃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以前啊有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百练不如一抖，百抖不如一晃，讲的就是道家的晃功。这个晃功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人啊微微的晃动，看似好像没有怎么动，但是其实全身的肌肉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这个晃功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锻炼的。你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下盘不稳定，走路啊容易跌倒。而且很多朋友啊身上的肌肉，特别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小精细的肌群，它往往啊是锻炼不到的。而通过这个晃功的练习，就能够很好的锻炼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能力啊给它激发出来。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把视频收藏起来，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内容。那么首先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晃功啊，我侧着给大家看一下。
双腿分开稍微大一些，比我们的肩膀啊一定要宽。然后呢，把我们的腹部啊向内收紧。刚开始做的时候，双手抱腹，整个身体啊就开始怎么样？微微的，先是一个小小的晃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晃动的幅度啊，并不是很大，因为我的脚啊目前还没有到极限。你会发现，当你晃到极限的时候，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你的脚开始感觉勾不住地了啊，比如像这样勾不住了，那就是快到你的极限了。我们新手刚开始练习这个晃功的时候，一定要背靠着墙，就是我这个背后啊要有一堵墙，把安全放在首位。如果说你没晃好，哎，后面一靠有一堵墙，不容易跌倒。啊，这个是重要的事项，我们放在前面去说。所以呢，我们在晃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幅度从刚开始的小变成怎么样，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慢慢的腹部收紧呢，手可以抱成一个圆，慢慢的晃，啊，感受这个身体当中的发力。顺时针晃完以后啊，咱们侧着看，逆时针再晃。啊，它有顺时针和逆时针的，你顺时针晃10下，逆时针也要去晃10下，就这么慢慢的晃。在晃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就这么一个动作就能锻炼全身吗？没有错，你把手放在我们的腿部，感受一下，你会发现，随着你的身体向不同部位的一个晃动，腿上的肌肉会在不同地方发力。啊，你的手指这么放，你就能感受到你的肌肉其实一直是在紧绷的。然后呢，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也可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身体越往前或者越往后，它的腹部啊是不断的就有一个像起伏一样的感觉，啊，不断的发力，这是什么？调动了你的核心的肌肉群体。然后呢，再放在我们的背部，放在我们的这个手部都能有感觉啊。其实为什么？其实我们在每次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在这个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就会调动本能性的调动一些大量的肌肉群，啊，就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走路走得好好的，被绊了一下，你会发现接下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协调动作，就不是经过这里思考了，是你的身体自动去协调。那晃功也是，每一下都接近于你的极限，我们就这样不断的晃，不断的感受啊，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肌肉调动能力强了，晃动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大。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肚子啊要把它收紧，你千万别挺着这个肚子这么晃，这就是扭腰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手抱圆，慢慢的进行一个晃动，人往后靠，啊，感受到这个感觉，慢慢的来。这个就是晃功，道家的晃功。有的朋友说腿要不要啊把它弯曲啊？不用弯，微微的弯曲就可以了，稍微微微的弯曲一些就可以了啊。这个晃功把它学会了以后，咱们每天去练。你可以在饭后30分钟的时候去晃一晃，你会发现比去走路啊、散步还要棒。也可以日常当中早上没事的时候晃一晃，这么一晃下来，你会发现身上开始发热、出汗，都是非常好的。你记住啊，在大伟这里啊，只给大家分享干货、好的动作。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宇波。关注完以后啊，有更多的宝藏内容等着你发现。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